想看懂 Polymarket 排行榜上的高手是怎么赚钱的，第一步就是把 P&L 算对，这是链上分析的基本功，也是你自己跑策略时绕不过去的门槛。我是 Leo， 过去半年在 Polymarket 上做量化，今天就跟你聊聊这件看起来很基础，实际上大部分人都搞错的事儿。你肯定见过，群里天天有人吹 XX 地址又赚了1000万， Twitter 上有人转排行榜某某地址多猛，自己看都觉得厉害。我问你，你真的知道他到底赚了多少吗？想分析他怎么做到的，能不能抄作业，能不能复现？第一步就是把 P&L 算对，你自己跑策略也一样，哪个阶段赚了多少，哪种策略亏了多少，账都算不清，后面所有分析都是自欺欺人。今天这期就把这件事拆开讲。我是 Leo， 一个 AI 加 Crypto 的独立构建者。过去半年我在 Polymarket 上跑了6-7个量化策略，用 Cloud Code 搭了一整套数据分析和自动交易系统，过程中撞过一个很蠢但很关键的坑，我连自己到底赚多少都算不对。排行榜的数 API 给的字段，我自己写的脚本全都是错的。今天就把这一路踩过的坑和最后跑通的算法拆开讲，给你看一下我的实战数据，证明这不是纸上谈兵。H36 动量策略900多笔交易，胜率 78.6%。 H12 天气策略专门做温度预测套利，也是正的。H38 是马斯克推文技术策略，利用他发推的频率做交易。这些策略跑下来，我才发现 P&L 计算这个问题有多重要。因为如果你连账都算不对，你怎么知道哪个策略赚钱，哪个亏钱？怎么做优化？好，铺垫完了，直接上数据。我拿排行榜头部地址做了交叉对账，结果挺夸张。常见的几种算法里 ，Sum Cash P&L 的样本偏向浮亏，盈亏符号可能直接反转。Maker Pomelo 字段跟链上现金流量级都对不上，按 TXR 去冲，会删掉真实成交。Offset 翻页超过3000条就截断，几个头部地址都会踩到。不是个例，这些偏差的根源就是接下来要讲的5个坑。第一个坑，大部分人上来就去拉 Positions 接口，然后把 Cash P&L 字段加起来，看起来很合理，对吧？问题在哪儿呢？这个接口只返回你当前还没关闭的仓位，已经赎回过的仓位。比如你赢了之后，调用 Redeem 拿回 USDC， 就不再出现在响应里了。留下来的主要是没结算的单，更容易偏向浮亏一侧。你以为在算全部盈亏，其实只拿到一个不完整的样本。官方另外还有一个接口叫 Closed Positions， 可以补历史，不过大部分人忽略了。让我帮你理解这个过程。假设你买了一个市场的 Yes Token， 花了50块，后来这个事件真的发生了，你的 Yes Token 自动赎回了100块 USDC， 这时候你赚了50块，对吧？但是这个 Position 从 Positions 接口里消失了。如果你这时候去查 API， 这笔赚钱的交易完全看不到，你只能看到那些还没结算的，大概率在亏钱的仓位，这就是幸存者偏差。我拿排行榜头部的地址实测过，不少地址盈亏符号都是反的，本来赚几百万、1000多万的，用 Cash P&L 算出来是亏的，这不是小误差，是根本性的错误。如果你拿这个数据去做策略分析，你对市场的理解会完全相反。第二个坑，交易数据里有个字段叫 Maker P&L， 一看这名字，做市盈亏嘛，这不就是给你算 P&L 用的？别信，我拿自己的做市账户试了一下，这个字段给出的数字跟我暗链上 USDC 实际流水算出来的盈亏差的挺远，量级都不一样。具体差多少，差在哪儿，你自己跑一遍就能看到。结论就一条，永远别用这个字段算盈亏，用链上现金流重算。你可能觉得数字不对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大了去了。如果你用 Maker P&L 来评估策略，你会觉得自己暴赚，然后加大投入。实际上呢，可能只赚了个零头。更可怕的是，如果你对比多个策略的 P&L 来决定资金分配，一个虚高的数字会让你把钱全压在错的地方。做量化，数据是你的眼睛，眼睛看错了，每一步都是歪的。第三个坑更坑，是我觉得5个里面最反直觉的一个。同一个交易，哈希底下出现好几条一模一样的记录，正常人第一反应肯定是重复数据，去掉重复，千万别这么做。为什么不能删掉重复？因为 Polymarket 用的是 CLOB， 就是链上限价订单簿。当你的一笔链上交易提交到合约的时候，它可以一次性撮合多个 Maker 的挂单。比如你要买100个 Token， 可能50个来自 Maker A， 30个来自 Maker B， 20个来自 Maker C。这3笔成交虽然在同一个 TXR 底下，但它们是3笔独立的 fill， 金额对手方都不一样。你一删掉重复，真实成交就被你删了。
我一开始按 TXS 加 asset 去种，算出来的拜测金额比实际少一截。后来上 Polygon 链验证，一个交易哈希里确实有多个独立的 USDC transfer event， 每条都对应一笔真实成交。看这张 API 返回同一个 TXS 底下两笔独立非有金额，对手方都不一样。结论：不能按 TXS 删掉重复，直接对 Activity 原始数据求和，一条都不能删。第4个坑，你用 Activity 接口翻页拉数据，用 Offset 参数拉到3000条的时候，啪，直接400报错。错误信息是 Max Historical Activity Offset of 3000 exceeded， 文档里压根没提这个限制。头部玩家动辄上万笔交易，3000条哪够？解决办法也简单，别用 Offset， 改用 AND 参数。每次拿上一页最后一条的时间，戳减1传给 AND， 相当于做游标翻页，就能绕开 Offset 的3000条上限。唯一要小心的是同秒边界，如果同一秒有多条记录正好卡在2页交界，简单的剪一会儿漏掉一部分。我脚本里加了个同秒补回逻辑，专门兜这种情况。记住，翻页用时间戳，不用 Offset， 还要处理好同秒边界。给你看一下代码对比，错误写法是用 Offset 等于0、500、1000这样递增，到3000就报错了。正确写法是用 AND 参数，每次传上一页最后一条的时间戳减1，这样你就能无限翻页，拉到所有数据。这个坑虽然简单，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限制，你算出来的 PNL 永远是截断的，尤其是那些交易量大的地址。你可能觉得换成时间戳游标翻页就完事了，我告诉你还有个坑，高频地址同一秒能成交6笔以上，时间戳是秒级的，同一秒的记录用 AND 参数翻页会横跨2页，上一页的最后一条和下一页的第一条可能是同一秒同一笔，直接重复。你要是不去冲，交易量直接虚高。游标翻页用 AND 参数排他性减1，本来就不会跨页重复，但如果一页正好填满500条，最后一秒又有多条记录，下一页就会从下一秒开始，中间那几条同秒记录就漏掉了。我的做法是检测到这种边界情况，单独在请求那一秒的全部记录补回来，既不会重复也不会漏，跟坑3不矛盾。那里是别做过度去重删真东西，这里是精准补回边界漏的数据。5个坑都讲完了，那到底怎么算才对？其实方法很简单，就一句话，从原始交易记录里面把资金进出加起来，不用任何预计算字段，不删重复，不截断，这就是我说的现金流法。接下来我把公式、数据类型、具体步骤一个一个讲清楚。公式拆开来看，资金流入有3类，卖出 token 回收的 USDC， 赢了之后赎回的 USDC， 还有合并 token 对退回的抵押品，再加上做事返佣 rebate。 资金流出有2类，花钱买 token 以及铸造 token， 对，最后加上手里还拿着的持仓市值，就是你真正的盈亏。核心就这5种类型。注意 Data API 现在总共有8种 Activity Type， 但剩下3种不能算进 PNL， 后面会讲为什么。Activity 接口现在返回8种 Type， 上面5种是 PNL 计算的核心， Trade 分 buy 和 Sell 2个 side，Redeem 是赢的仓位赎回， Split 是花 USDC 铸造 token， 对 Merge 是 token 兑换回 USDC， 还有做事返佣 rebate。 下面3种是 Polymarket 后来加的， Reward 平台奖励， Referral Reward 推荐返佣，还有 Conversion 仓位转换，这3种不能算进 PNL 公式。下一章讲为什么。为什么后3种不能算进交易？ PNL Reward 是平台奖励， Referral Reward 是推荐返佣，这2个跟你的交易行为本身没关系，属于平台侧的外生收入。 Conversion 是市场结算或仓位转换场景下的 USDC 流水，性质更像平台结算而不是主动交易。我的脚本里把这3个单独列出来，想看完整账户现金流就加上去，想看纯交易策略 PNL 就排除，2套口径分清楚就不会跟官方对不上。具体怎么操作我都写成 Python 脚本了。第1步全量拉 Activity， 时间戳游标翻页加同 S 边界补回。第2步核心事件类型分组求和。第3步算位实现持仓市值。第4步套公式。第5步跟排行榜 API 交叉验证，看脚本跑出来的结果，前几名地址精算 PNL 基本都对得上排行榜，误差在千分之几的水平。我用现金流公式算了排行榜头部的地址，拿我算出来的数跟官方数据交叉验证，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地址给你看。排行榜第1名2200万美金的地址，我的脚本算出来跟官方只差1/1000，4个代表性地址误差基本在5%到2%之间，这个精度已经到了可以跟官方对账的水平。
这个方法跑通之后，我拿它做了件有意思的事，把排行榜头部地址全部逆向了一遍，发现了不少反直觉的东西，比如同一个市场做多和做空都有地址在赚钱。这些内容太多了，放不进这一期，下期单独讲。补充几个大家经常问的问题：第一，这个方法能用来看别人的盈亏吗？能，只要你有对方的钱包地址 ，Activity 接口是公开的。第二，为什么不直接用排行榜的数据？因为排行榜只展示用户及汇总，你没法看到单个市场的盈亏明细，也没法拆到策略级别。第三，持仓市值波动怎么处理？接受它。持仓市值是实时变化的，差个几块钱正常。你要做的是确保已实现部分是精确的。第四，有没有现成的工具？我把 Python 脚本开源放在了 GitHub 上，链接在视频下方。你可能会说，我又不会写代码，没关系。你把刚才那个公式和几种核心事件的名字，连同 Polymarket Data API 的地址一起丢给任何一个 AI 助手，让他帮你写一个 Python 脚本，翻页用时间戳游标，记得处理通 S 边界，公式就是那一行。跑完你就能算到1/1000的水平，基本能跟排行榜对上。2026年了，不会写代码不是门槛，不知道该问什么问题才是。最后汇总一下5种常见的算法，只有最后一种靠谱。Sum catch p mail 不行，不含已关闭仓位。样本偏向浮亏 ，maker pay nail 不行，跟链上现金流差距全输。按 tx hash 删重复不行，会删真实成交。offset 翻页不行，超3000条就截断。只有现金流法5种核心事件类型全部算进去，再加持仓市值，跟排行榜的误差能压到1000分之几的水平。做量化的第一步不是找 alpha， 是先把账算对。以上全部来自实盘踩坑，不是理论推导。PM 的 API 随时可能调整行为，建议定期用排行榜 API 交叉验证你的计算结果。如果这期视频帮到你了，给个点赞订阅，让更多做交易的人看到。下期专门讲排行榜上赚了1000万美金的头部地址到底怎么做到的。我会挑3个代表性地址逐个拆解，一个做体育赛事的巨鲸，一个做加密货币5分钟涨跌的机器人，还有一个靠地缘政治事件爆赚的。他们共同的特点，各自的套路，我们普通人能抄的部分都会讲清楚。想看关注一下，别错过。今天说的这些全是实盘踩出来的教训，精算脚本我已经开源到 GitHub， 链接在视频下方。我是Leo爱1家 Crypto 独立构建者。如果你也在 Polymarket 上做交易，或者对量化交易感兴趣，关注一下这个频道。我每期都会分享真实的实战经验，不是纸上谈兵。咱们下期见。